我直播捡垃圾竟然捡到尸体，直接惊动了整个治安局。我正在参加直播捡垃圾节目，奖金足足有1000万。节目组为了力求真实，每位选手都配备了摄影师。哥，这会没人了，你赶紧过去翻翻垃圾桶啊！不是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先不说咱们2个人会不会被节目组淘汰，铁定得饿死啊！听着摄影师的埋怨，苏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再等等，这会不是有狗吗？还等？听又要等，胖摄影师当场破防了。3天了呀，在街道上转了3天，一个垃圾桶都没翻过。哥，跟着你，我现在都不奢求能吃点饭，你好歹捡瓶子没喝完的矿泉水给我，让我能舔一口成吗？苏白忍不住长叹了口气，直到现在，他仍旧有些不相信，自己居然穿越了别人穿越，一个个都是小母牛坐火箭，直接上天，可他却在路边直播捡垃圾。听着胖子的唠叨声，苏白狠狠咬了咬牙，为了1000万拼了！苏白噌地从地上跳起来，挽起袖口准备狗口夺食。系统检测环境成功，激活社会最底层人士系统。刚刚迈出去一步的苏白，身子微微顿了顿，扭头去了旁边的公共厕所。苏白躲在公共厕所内，仔细查看着刚刚激活的系统，看着这个系统名字，苏白人都麻了。这是穿越时候的姿势不对吗？怎么跟社会最底层干上了？检测到宿主正在从事第1个底层职业拾荒者，特奖励技能探测，根据每日减去破烂的收入，系统给予奖励，金额1000起步，上不封顶。苏白眼神不经意间落在马路对面的那个垃圾桶上，经探测，扒了这个垃圾桶，可获得不低于1000元价值的破烂。我操，1000块啊，能剩多少个肉夹馍？只见苏白一把将人家的垃圾桶拿了下来，二话不说，抱着就钻进了绿化带。节目组让他们捡破烂，可没让他们犯罪啊！垃圾桶属于城市的公共设施，损坏的话，那是需要罚款的。直播间内的一些观众瞬间傻眼了。好家伙，这是逼疯了一个吗？捡不到破烂也就算了，你搬人家垃圾桶干什么？呵呵哈哈，旁边那个大黑狗都懵了，没想到能有人把饭碗都给抱跑了。主播这样的，一看就是个在家里常年连家务都没干过的人。垃圾桶里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呀？我还不如看隔壁那个选手呢，人家多会啊，跟着大部队去工地上捡垃圾去了，昨天赚了好几十呢。咦，不对劲啊！一个黑塑料袋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难不成是哪一家坏了的肉？看来我们误会这个选手了，人家这是饿的没办法，打算捡垃圾吃了吗？哥，不是，我算是服了，咱们是捡破烂的，不是要饭的啊！闻着一股恶臭味，阿胖单手提着摄像机，单手捂着鼻子。根据系统的提示，正是这个一次性黑色塑料袋。操，这里面是唐僧肉啊，能值1000块！苏白战战兢兢地伸出手，缓缓打开了黑色塑料袋。啊！绿化带中先后传来2声尖叫，两人连滚带爬地冲出了绿化带，眼神中充满恐惧，一脸煞白地吞咽着口水。出大事了！苏白现在想起塑料袋中的残肢，如果不是2天没吃饭，估计早就趴地上开始吐了。这也太干了吧！黑色塑料袋里面居然是一个人的手掌。哥，现在咋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紧联系治安局吧！手掌被人剁下来，说不定人都死了，这是凶杀案啊！苏白低吼着，从兜里掏出电话，紧急联系了当地治安局。3天没捡到一点破烂，刚翻第1个垃圾桶，就发现了治安局通缉需要的残肢，这得倒霉成什么样？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整个街道口围满了闪烁着红蓝灯光的治安局车辆，警戒线将绿化带拦了下来。怎么样？比对的情况是不是同一具尸体上的指纹呢？是否保存完整？只见蹲在地上的一名工作人员轻轻将手掌放下，冲队长点了点头。队长，没错了，就是我们发现的那具尸体的手掌，切割处一模一样，指纹也在，甚至不需要等化验结果，就是这个。我是治安局的队长杜涛，接下来你们需要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工作，再将发现的过场经述一遍，如果没问题的话。苏白一听，当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，眼瞅着天马上就黑了。今天又是一个啤酒瓶都没捡到的一天，跟着治安局回去协助工作，出来的时候不都天黑了？等那个时候还能在天桥下抢到睡觉的位置吗？杜涛队长，你看我们也挺忙的，这不是多大个事，我们就没必要跟着去了吧？没问题的话，治安局会给你们奖励1000元的现金，你们不去是自愿放弃现金奖励吗？苏白眨巴着眼，同胖子对视，明白了，原来系统说的价值1000块的缘由在这里。去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我们就是喜欢去治安局，助治安局破案，那是每个公民的义务，为什么不去？一番笔录之后，两人领着奖金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治安局，出门还不忘给门卫大爷打招呼。哥，你就一点不难受？发现了残肢啊，正常人不应该是吐好几天吗？
胖摄影师看着旁边笑容满面的苏白，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走走走，别说那么多，这回有钱了，咱们赶紧去找个地方吃饭，饿了好几天，今晚上说啥也得补回来。你饭恶心啊，要不你先别吃了。一听去干饭，胖摄影师马上来了精神。哥，炫猪蹄怎么样？烤猪蹄、卤猪蹄，美滋滋。刚才是谁说正常人应该犯恶心的？好家伙，下午才发现了手掌，晚上就要炫猪蹄。走，你说吃啥就吃啥。两个人一路走向烧烤一条街，沿途的垃圾桶挨得遭了殃。不过这会已经是晚上，垃圾桶内虽然有很多垃圾，但是先后被小区大妈搜刮了一遍，小区大爷搜刮了一遍，收破烂的临下班前也来搜刮了一遍。等苏白他们去翻的时候，真是连个渣也没剩下。我服了，捡破烂的竞争也太大了吧！苏白气急败坏地跺着脚，真难啊，捡破烂也能卷成这样，属实是他没想到的。二位大哥，吃点啥？烧烤摊上点餐的小姑娘看着面前的两个人，语气加重，再次询问了一遍。奇了怪了，第一次见来吃烤肉，眼珠子一直盯着对面垃圾桶看的。晃神了，不好意思，先来一把牛筋，一把羊肉，再来几个猪蹄。对了，新鲜蒜来上几头，先这样。摄影师见苏白半天不说话，忙陪着笑点了几个菜。哥，你不是说你没反应吗？你要是难受，不行，你先把饭钱付了，去挑凳子吧，晚了说不定就没位置了。你等等。显然胖子的话，苏白一句也没听进去，脸色阴沉盯着对面的那个垃圾桶，脑海中系统又他妈给提示了。定睛探测，扒了这个垃圾桶，可获得不低于1000元的现金奖励。妈的，偏了！苏白径直走向了对面的垃圾桶。直播捡破烂第3天，我就在垃圾桶里捡到治安局通缉的尸体，领着奖金去吃烧烤，却收到了系统提示。点餐小姑娘看着苏白提着蛇皮袋走向了对面的垃圾桶。这两个是什么人？看他们穿的衣服，不会是吃白食的吧？不行，我要赶紧告诉老板一声，好好的去垃圾桶翻什么。苏白把对面那个垃圾桶放倒在地，伸手在里面掏着什么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姑娘脸上不由浮现出一丝厌恶。没想到居然是个捡破烂的，难不成是打算在垃圾桶里翻点值钱东西来换他们的烤肉？想到这里，小姑娘不敢停留，马上跑进来店里，将情况向老板说明。一会儿功夫，穿着人字拖、露着肚皮的老板急匆匆跑出来，见对面那个小伙子已经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返回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吃白食吃到他们这里来了，也不在周围打听打听。号称饮食街扛把子的他，年轻时候是干什么的？从没有人敢在这里吃白食，简直找死！给老子站住！指着苏白怒骂了一声。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垃圾不能带进来，肉已经烤上了，你们先把钱付了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掏钱！见提着黑色塑料袋的苏白一言不发，老杜不由更怒了，无视他。捡了个什么破玩意，就敢拿到店里来？给老子！二话不说，上去将黑色塑料袋抢了过来，摸着硬邦邦的，感觉不出来里面是什么东西。不过能让一个收破烂辛苦找出来，说不定会是个值钱的东西。我以为是什么，这不是早上我店里丢的东西吗？端详着黑色塑料袋，老杜一口咬定东西是他店里不小心丢出去的。一旁的服务员也开始帮腔。对，我中午来上班，亲眼看见老板不小心丢进垃圾桶的。好家伙，你们这是偷我们店里的东西啊！不行，打110通知治安局吧。吃白食也就算了，还拿我们店里的东西。苏白看着你一言我一语的两个人，感觉脑子完全不够用了。好家伙，啥东西都敢说是自己丢的，真是你们丢的？废话，老子店里员工都看见了，这东西就是老子丢的。不吃饭赶紧走，别在这里耽误老子做生意。老杜恶狠狠丢下一句话，提着塑料袋径直返回了店里。苏白嘴角抽了抽，给了胖子一个眼神。哥，不会吧？就是白废话了。电话呢？我问问治安局，发现凶手的话，是不是会多给点钱？苏白掏出电话，捂着听筒拨向了治安局。喂，那什么，杜涛队长在不在？我是白天去你们治安局的苏白啊，你们不是在找那些东西吗？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个，真的，在一家烤肉店门口呢。这个老板说东西是他丢的，承认了，真的承认了，他还有证人呢，旁边吃烤肉的上百人都能作证啊。看着走进店铺不到半分钟，脸色煞白，喘着粗气，语无伦次跑出来的烤肉店老板。救命啊！有跑啊！快脚啊！打110啊！老板手里提着黑色塑料袋，开始在店门口疯跑。治安局会议室内，杜涛重重拍着桌子，义正言辞怒斥：不是我说你们，这就是你们仔细搜查过的结果，就在大街上的垃圾桶里，这样你们都没发现，是不是嫌奖金少啊？今晚上就把全城的垃圾桶全部翻一遍，谁要是能抓住罪犯，接下来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我亲自向上面为你请功，上点心吧啊！万一被人家捡破烂的又发现东西，你们脸上就挂得住。正准备接着训斥众人的杜涛，
冷不丁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手足无措的接线员。有事？对，队长，找你捡破烂。不是，白天那个捡破烂的又打电话了，说是发现了其他东西，而且好像凶手都找到了。杜涛盯着接线员好半天，杜涛没说出一句话，最终无奈的挥挥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等着捡破烂啊？没听见吗？人家又发现了。听着烤肉老板语无伦次的惨叫声，尤其是胖摄影师很敬业，将镜头给了烤肉店老板。停留在直播间内的粉丝几乎全部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。又发现了，我擦，啥也别说了，就冲这位选手这个运气，说什么我也得办个卡，点个关注。别人不是在捡瓶子，就是在野地里刨垃圾，那有这里有意思啊？人家他妈的啥东西都能翻出来。不对，白天的时候治安局是不是给了1000块的奖励？那现在的话又赚了1000块，这比捡破烂赚钱啊！我的乖赖，我服了，以后就看这个直播间了，真得劲儿，日赚2000，眼红死我了。好家伙，白天我看的时候，直播间才不到100个人，这回都马上1万人了，这是火了啊！苏白直播间内的人数一跃成为节目组第一。此时苏白正在治安局调查下劝慰着烤肉店老板。老板，拿出刚刚的气势出来呀，敢做敢当，刚才周围都能作证，您可是红口白牙承认的，现在不能反悔呀！老杜哭了，手上戴着银镯子，靠在一个桌子腿上，愣愣看着面前劝自己的人，哭得更凄惨了。社会在进步，里面生活真没恁想的那么差，全当减肥了呢，你说对吧？不过别的东西不准备没关系，马应龙可一定要有，在里面得劲儿住了。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呀！谁他妈能想到黑色塑料袋里装的是这东西呢？要是早知道，给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说是他丢的呀。响哥，破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替我说句话，真言，以后你来我们店吃烤肉一律免费，真不是我丢的，我刚才鬼迷心窍了，以为里面是什么值钱东西，我承认我刚才装逼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承认恁装逼了。苏白斜眼盯着这家伙，冷哼了一声，瞧不起捡破烂的也就算了，还想抢破烂，这能忍？行了，我直播捡垃圾第3天，我1天之内发现了2个治安局搜查许久的尸体，治安队长顿感颜面扫地，告诉你们2个人一声，今晚上城里3万多个垃圾桶，全部会清理一遍。给他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不让翻垃圾桶了呀？苏白带着烤好的肉串以及猪蹄子，坐上了治安局的车，轻车熟路的录制完口供后，已经来到了后半夜。哥，这回去敲洞子估计没位置了，不行，咱们在治安局凑合一晚上吧，早上再走，正好今晚上都去掏垃圾桶去了，没人打扰咱们。不过肉有点凉了，问问看门大爷。苏白轻轻叩响看门大爷的小木门。大爷，睡着吗？那什么，您这里有小炉子吗？这里有点烤肉，能帮忙热热不？咦，大爷，您这里还有酒呢？在大爷懵逼的眼神下，2个人钻进了屋子，烧烤、猪蹄、啤酒，3个人围坐在门口的小圆桌上，你一杯我一杯的开始炫了起来。听说你们2个小子1天之内拿了2000的奖金。大爷吃得满嘴流油，抬头观察着面前的2个人。运气，都是运气。来，大爷，干了这一杯，还有下一杯。咦，这是没酒了啊？恁白急，不瞒您说，2天了，我们俩是啥也没吃。恁等着，今晚上必须吃好喝好。俺去小卖部整点酒过来。阿吉呢？顺带着我去扔了去。苏白提起地上的垃圾，出门就要去隔壁的小卖部买酒。还喝？不是大爷吹牛，要是年轻50岁，大爷能抱着坛子喝，你信吗？正在诉说当年勇的大爷，冷不丁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铁皮声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刚才跑出去的苏白，双手抱着门口的铁皮垃圾桶，一脸急迫地跑了进来，径直将垃圾桶杵在了桌子上。大爷眨眨眼，盯着半人高的垃圾桶，人都傻了。喝高了，大爷再猛也没用过这种器皿喝酒啊，漏不漏啊？遥遥领先，我们继续领先，同行超过。陶低头一看，发现居然是看大门的2大爷。问二大爷有事吗？酒杯里不是，垃圾桶里有个腿呀，赶紧回来，在咱们治安局门口的垃圾桶里发现最后一个悬赏部位。手机里传来秦大爷醉醺醺的嘶喊声，杜涛瞳孔微缩，脑海中只剩下治安局门口垃圾桶几个字。呵，我们马上收队。众人闻言一愣，提着手里捡到的破烂，一窝蜂的涌上了过来。队长，不找了，还有最后几条街了，让咱们再找找呗，加油，说不定今晚上的油钱就翻出来了。是啊，曾经还有点看不起捡破烂的，没想到啊，垃圾桶里面有这么多好东西呢。你们猜我刚才翻到了个什么？小天才手表，新着呢，装上电池就能用。杜涛满脸黑线，废了，捡破烂上瘾那是怎么着？让你们干啥来了？比谁捡的更值钱是不是？别说了，
杜涛努力平复着暴怒的心情，沉声道：“刚才看门勤大爷来电话了，不用再找了。最后一个部位就在我们治安局门口，已经被找到了。这是对我们治安局的挑衅，明白吗？谁那会说的？咱们治安局门口垃圾桶一定不会有问题。马上给我站出来，回去写15万字的检讨，明早上我就要。”闻言，众多治安员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忽然，刚刚那一名队员冷不丁开口问道：“秦大爷算是我们治安局的人，属于咱们自己人发现的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该说门口的没有问题。幸亏啊，不是拾破烂的发现了，不然的话……”这名队员立马感受到车里的温度低了好几度，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如果是秦大爷发现的，他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吗？问题是，又他妈是那2个捡破烂发现的，没完了是不是？治安局门口的垃圾桶都翻，穷疯了。1个小时后，苏白同胖子以及秦大爷老老实实站成了一排。可以啊，小日子过得不错啊。小啤酒大猪蹄不是，谁能给我解释解释？都炫上猪蹄了，你们去翻垃圾桶干什么？怎么着？猪蹄跑了，自己钻垃圾桶里面了？苏白无言以对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解释。他就是去丢个垃圾，你就说系统都给提示了，这就是缘分了，他能不捡吗？我的错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翻垃圾桶了。你们放心，绝对不给你们惹麻烦。我就不适合翻垃圾桶，好几天了，一个能卖的破烂都没翻出来。你说之前的垃圾都丢哪去了啊？说着，苏白看见几名治安员从车里拖出满满当当全是废品破烂，愣了几秒钟，他立马改了口风，懂了，彻底懂了。队长，你放心，不跟你们抢了。我就说翻不到值钱东西，那什么需要我帮你们联系收购站不？节目组指定的，收购价格高一点。我直播捡垃圾第3天，一天捡到3个治安局悬赏的尸体。队长杜涛出动了整整上百名治安员出去翻垃圾桶，忙碌了好几个小时，最后让我在治安队家门口把尸体扒了出来。气急败坏的队长杀人的心都有。哥，你消消气，我苏白说话算话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一个垃圾桶也不翻了，绝对不给治安局找麻烦。您看奖金什么时候给我们？马上给这2个人奖金，让他们尽快离开。通知鉴定部门马上进行鉴定，锁定死者身份。看着离开的2个人，杜涛表情惆怅地叮嘱了一句：“多捡点有用的东西，别整这些没用的了，知道吗？”总感觉以后还能碰见这2个家伙。不过，现在死者残肢全部找到，应该不会有碰面的可能了。苏白2个人离开治安局的时候，天空已经微微亮。夜幕睡的2个人，喝酒的时候有多嗨，此时就有多瞌睡。哥，遭不住了，眼皮子都睁不开了，是不是先找个地方睡觉去啊？我们晚上行动算了，没有人竞争，破烂不都是咱们的吗？你说的办法也不错，不过白天想要找个睡觉的地方不好找，只能去城外。在城里的话，白天睡觉人家城管也不可能愿意。首要任务是找个能睡觉的地方，恢复体力。至于开酒店的话，城里这么贵的酒店，谁舍得呀？而且酒店老板看到他们的模样，也不可能让他们入住。行，我们找个出租车，直接去城外。苏白一招手，当即在街上拦下一辆出租车。师傅，去城外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，只要能躺下睡觉，啥地方都行。等司机师傅将出租车启动之后，后方座椅上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呼噜声。能睡觉的地方，看着年纪也不大，真是不学好，上一晚上的网，妈的！一看见你们2个就想起家里的那个小畜生，天天不学好，整不了家里那个，还整不了你们2个。看着后面2个人稚嫩的面孔，司机师傅顿时想起家里不争气的儿子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咬牙嘀咕了一句，心里顿时有了办法，驾驶着出租车一路出了城。苏白只感觉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。哥，这是啥地方？看来这个司机师傅不错，我刚才检查了一下，咱们的钱都在，摄像机也在，人家就拿了1点车费，1毛钱都没多拿，真是好人了。不光拉咱们过来，给咱们从车上扛下来，都没舍得叫醒。苏白赞同的点了点头。是我饿了吗？我怎么闻着一股子烧鸡味？2个人循着味道往前走，一抬头面前密密麻麻，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墓碑。倒吸了口凉气，刚才还夸那个出租车司机仁义，妈个逼，太仁义了吧！他们需要一个能睡觉的地方，确实给他们找了个好地方。目的啊，你们2个是什么人？鬼鬼祟祟在干嘛？手里还有麻袋，偷东西偷到墓地来了，快来人啊！抓小偷了，偷骨灰盒的来了。苏白正想解释，看见一群穿着校服的人，手里提着各种武器向他们冲了过来。苏白二话不说，拽着胖子头也没回的冲进了墓园里，一口气跑出去有2里地。见后面没人追了，才长舒一口气。捡破烂的一点人权都没了吗？小区不让进，酒店也不让进，
好家伙，现在连墓地都不让进。哥，歇一会，跑不动了。不是，你一路上就不能帮帮我？扛着个10几斤的摄像机，差点就被后面那个大妈用棺材板给扣住了。胖子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额头冒着冷汗，正擦着汗，突然看到远处有间茅草屋。哥，那边好像有个小屋子，这是晚上在墓园里住的吗？不会吧，看大门的也应该住在前面，不可能睡在一群坟墓中间啊。但凡是个正常人，也不会选择睡在这样一个地方。人家墓园老板给开多少钱1个月呀？拼成这样。两人猫着腰，一边提防着后方殡葬人员是否追来，一边摸向了远处那个茅草屋。围着整个茅草屋转了一圈，发现这就是个无人居住的工具室，里面摆放着各种挖坟的工具，有铲子，有撬棍，看就是工作人员挖坟用的。苏白轻轻推开了屋子，眼神瞥过角落一个位置，有一个刀把露在外面，整个刀身插在地。经探测，挖出来可获得价值不低于1万元龙国币。脑海中突即响起系统提示音，这一次居然整整价值1万。发现治安局需要的悬赏部位，一个也才值1000块而已，一把菜刀就能价值1万，难不成是文物？苏白算是看明白了，自己这个系统绝对是个老六。自从有了系统之后，就没发现过正常的东西，破烂那是一个也没找到。直播捡破烂第4天，上一集我在垃圾场里捡到一颗炸弹，我赶忙联系治安局。队长，大事不好了，又是苏白那家伙，他们去垃圾分拣站捡垃圾，挖出来1枚炸弹，足足有2米多长，几个人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给炸弹磕头呢，香都点上了。一瞬间，杜涛整个人面无血色，神情恍惚，他算是服了，捡垃圾捡到残肢也就算了，怎么连炸弹都挖出来了？忙了整整2天2夜，刚说给大伙放个假，苏白那边又出幺蛾子了。快，休假取消，马上去垃圾分拣站。垃圾分拣站，偌大的垃圾山前，画风诡异。炸弹前方的地面上插着3根点燃的香烛，炸弹在上，受我们一拜。苏白在前，胖子在后，两个人有模有样向炸弹叩拜，那模样看得后面老刘几个人嘎吱窝的毛都炸起来了。见过离谱的，但是像这2个家伙这么离谱的，有生之年真是第一次见。老刘啊，我看你这个亲戚多少脑子有点问题吧？是不是小时候被门夹过？这是他这个亲戚有问题吗？俩人都不正常，送礼送墓地祭祀苹果的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人还没死呢，上西天的苹果先干了。你好意思说？你还一连干了3个，一个寿终正寝，一个英年早逝，还有天妒英才。好家伙，我就看你以后得死几遍才能对得起这几个苹果。在几个人谩骂声中，垃圾分拣站外面突兀响起治安局车辆的声音。杜涛顶着一双黑眼圈，盯着苏白2个人看了许久，最终长叹了口气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这是跟他们治安局杠上了，加上今天晚上3天不能休息了。苏白看到杜涛想杀人的眼神，连忙陪笑道：队长，啥也不用说了，规矩我们懂，真不是故意的，马上跟着你们回去协助工作。今天我们就离开秦都，再也不给你们制造麻烦了。那个谁，小王你过来。低头想了想，杜涛冲一名工作人员招招手，低声吩咐道：你去把这个钱给苏白2个人，然后顺便把这个车票给他们，就说是我们治安局赞助他们的，让他们尽量马上离开。现在一听到苏白2个人的声音，他就感觉脑瓜子嗡嗡响。苏白2个人不舍得挥挥手，手里攥着人家赠送的车票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好人啊，不光给奖金，居然还给出城的车票，这么好的人到哪去找？真是有点舍不得离开。哥，得了吧，你心里真是一点逼数都没有啊！再不走的话，人家杜涛队长捅咱俩的心都有了。胖子嘴角抽了抽，生拉硬拽着苏白离开了。两人沿着城里的街道，兜里揣着2万元的巨款，那是走一路炫一路，肉夹馍、胡辣汤、包子、米线、小馒头，一个也没落下。顺便检查了检查沿途的垃圾桶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。好家伙，垃圾桶都他马上锁了，一点活路都不给了呀！大妈，你这里有钥匙没？垃圾桶锁上了，我们没办法丢垃圾呀。垃圾呢？拿过来我检查检查。为什么要锁上啊？还不是治安局害的。说起这个，清洁工大妈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一脸愤恨骂道：你们还不知道啊，治安局他妈的穷疯了，一晚上把全城的垃圾桶都扒了一遍，鼻沟舔了还干净，是一块纸皮都不留呀。就这个整法，垃圾桶能不上锁吗？不是防别人，主要是治安局的人啊。见大妈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乱飞，苏白忙后退了一步，
史进擦了擦脸，不停点着头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马上离开秦都。治安局扒垃圾桶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因为他们2个人吗？苏白2人马不停蹄地到了城东汽车站，2人从兜里掏出车票，看着上面的目的地，彻底傻眼了。真是下了血本啊！没想到这是有多不愿意他们再回来，订的居然是到漠河的车票，乘坐时间128个小时，太远了。你把导航弄出来，看住点路程。等出了秦都之后，我们马上下车。漠河那地方我知道，常年气温低得很，别说捡破烂了，地上有个废铁，咱们都不敢捡，保不齐就给你粘地上了。1个小时后，苏白2人找了理由强行下了车，2人大步走在四处望不到边的野地里。我发现啊，这2个家伙真是不走寻常路，捡破烂都捡到野地里来了。我就纳闷了，大野地里有什么？突然，天空中传来一阵雷声，苏白抬起头，眯着眼看向天空，只见在自己头顶上正要一个车轱辘般大的小飞机，屁股上冒着黑火，360度不停的旋转，在2人努力的眼神下，小飞机一头砸到了地上，爆出一团火花后，无数金属零件从头顶落了下来，扑在了2个人面前。苏白挠着头起身，抬头看看天，再低头看看地上的各种金属零件，倒吸了口凉气，扭头看向了胖子。你说这东西算破烂吗？莫名其妙掉下来的，炸的亲妈都不认识了，咱们捡了不会有啥事吧？阿胖从地上捡起小飞机壳子，看着上面的字，直接对在了苏白脸上。哥，你看看这是啥？西方战区侦察部鹰号无人机。上一集我在墓地捡到了治安局悬赏的凶器，并制服了凶手，抢了治安局的功劳。治安局队长含泪给了我1万元奖金。现在咱们到哪找破烂去呢？哥，我这里有个办法。胖子打开导航，指着不远的位置，轻声道：“这里显示是一个垃圾场，凡是城里运出来的垃圾，都会先丢在这里分拣。人家不会让人随便进去吧？里面有专业的分拣人员，让捡破烂的进去，那不是捣乱？”只是胖子四下瞅了瞅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哥，你可别说出去。你知道我为啥来应聘这个节目的摄影师吗？这是我的杀手锏。垃圾场里面有熟人，确实能进去。这消息可千万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，不然的话，我老姨夫可就要被辞退了。”苏白愣愣地看着胖子，目光落在这家伙手里的摄像机上，嘴角使劲抽了抽。得了，现在全国的人应该都知道了。走，趁着你老姨夫还没被开除，我们先去捡一回，能捡多少捡多少，麻袋都准备好。直播间里面这么多人，消息不可能不走漏。估摸着明天早上胖子的老姨夫就要被开除了，真是个孝顺孩子。怕老姨夫在垃圾场工作太辛苦，变相的把工作整黄。秦都垃圾处理站，妈的，见鬼了！昨晚上村里干啥了？第一次捡垃圾这么干净的。环卫部门是连夜把垃圾桶刷了吗？里面一个能卖钱的东西都没有。可不是嘛，我都分拣好几个小时了，连个纸皮都没捡，不科学。就算是城里那些大妈先捡一遍，也不可能这么干净吧？一群人凑在一起，一脸诧异讨论着今天诡异的情况。每一天分拣出来的垃圾就是在少，每个人也能卖个几十块，1个月下来，饭钱绝对是够了。你给我舔了还干净啊，我就服了。干了这么多年的垃圾站，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呢，绝对是有人截胡了。喂，老姨夫啊，我是艳红啊，你这会上班着吗？那什么，找你有点急事，就在你们单位门口呢，老想你了，专门给你带了特产。老刘头很快来到垃圾处理厂门口。老姨夫吧，您好您好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，这是给您带的水果，拿着拿着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，这也是别人送我们的。一遇见摄影师的老姨夫，苏白马上将从墓园带出来的水果送给对方，并且表明来意之后，收了东西的老姨夫相当够意思，反正早上的垃圾里面啥也翻不到，让2个臭小子进去捡也成，给大家伙分点水果，一个个也不会说什么。安排好苏白2个人，老刘同几名同事走进了办公室。老刘，你这个亲戚挺会做人啊，过来还带水果。老刘对面的一个人手里拿着苹果凑上来，指着上面表情古怪道：“赌对呀，这苹果上咋还印着字呢？”老刘低头看过来，看着苹果上刻印上去的字，表情呆滞，人都傻了。驾鹤西去与世长辞，垃圾堆。
苏白两个人蹲在垃圾山对方，愁眉苦脸望着对方。是不是都被你老姨夫给捡干净了？这跟狗舔了似的，哪有个值钱的东西？说好的纸皮呢？说好的啤酒瓶呢？说好的废铜烂铁呢？一个都没有啊！不应该，我老姨夫他们要是捡完的话，也是把昨天的捡完，今天送来的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。而且他们捡东西我知道，小的那些破烂不要的。哥，现在我们翻的是昨晚上的垃圾，你可别忘了，昨晚上治安局的人在城里翻了一晚上啊，车里都拉满了，东西都被他们给捡走了。草率了，来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不过有一说一，别看治安局的人发现犯罪物品不咋样，垃圾捡的是真干净啊，这是入错行了吧？现在咋办？苹果也送了，麻袋也买了，不可能一点收获没有，咱们就走吧。哥，再找找，不可能啥玩意都找不到。哥，咋样？我没说错吧？我老姨夫那个人我还不了解吗？上厕所都能偷懒的一个人，他们这个垃圾场不可能找的那么干净，这是找到废铁了吧？真不容易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咱们可算是捡到第一个破烂了。这是找到东西了。在办公室内啃完一路走好苹果的老刘背着手走了过去。运气不错，估计是以前垃圾山还没堆起来时候埋在底下的。再接着挖挖看，我感觉底下这个东西不会小。胖子的老姨夫在这里干了近10年，什么样的垃圾没见过？能这样说，就证明埋在底下这个东西绝对是个大货。如果是废铁的话，他们今晚上可不少赚。哥，我咋看着这像个翅膀呢？再挖挖，别挖后面了，全是尖刺，看看前面是什么。在这干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挖出来这么个玩意。你别急，我去喊人，大家伙一起挖，先挖出来再说。同事全部喊了出来，众人一人一把铲子，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垃圾山下挖出来一个大坑。待将头部位置挖出来后，看着呈椭圆状的炸弹头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别挖了，妈呀，不是，这垃圾他妈是谁丢的？啥时候拉来的？这么大的炸弹让人咋捡了？都别动，这么老长的炸弹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刚才那个与世长辞的苹果就不应该吃。咱们秦头这个地方有多邪门，你们又不是不清楚，千万不敢说，都离远点。一群人看着底下露出一个头的炸弹，心里彻底慌了神。苏白抿着嘴在心里怒骂着系统，真是除了破烂，啥玩意都能捡到啊！刚才之所以挖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系统给出提示，并且提示的金额还不低，足足有1万呢。本以为下面是个大型废铁，甚至是汽车壳子之类的，没想到怎么就能是个炸弹呢？再加上包括苏白2个人在内，都啃了人家上坟用的驾鹤西去专用水果，心里那是慌的一批。我的个亲妈了！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看了苏白2天的直播，我就不相信这家伙能捡到破烂。果不其然吧，挖出来导弹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通知治安局啊！这东西可不能随便处理，万一要是炸了的话，妥妥上热搜第1的节奏。这里是垃圾分拣站，底下怎么有炸弹？这么大的炸弹，建设的时候怎么没勘探？楼上的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各地有不少这种哑火的炸弹，我们家就有一个，幸亏我命大啊！我爸个老东西，天天让我自己起炸弹玩，能活到这个岁数，真的全是运气。对，联系治安局，花店呢？我们治安局有熟人。苏白一拍脑门，语无伦次从兜里掏出电话。直播捡破烂第4天，上一集我在垃圾场里捡到一颗炸弹，我赶忙联系治安局。队长，大事不好了，又是苏白那家伙，他们去垃圾分拣站捡垃圾，挖出来1枚炸弹，足足有2米多长，几个人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给炸弹磕头呢，香都点上了。一瞬间，杜涛整个人面无血色，神情恍惚，他算是服了，捡垃圾捡到残肢也就算了，怎么连炸弹都挖出来了？忙了整整2天2夜，刚说给大伙放个假，苏白那边又出幺蛾子了。快，休假取消，马上去垃圾分拣站。垃圾分拣站，偌大的垃圾山前，画风诡异。炸弹前方的地面上插着3根点燃的香烛，炸弹在上，受我们一拜。苏白在前，胖子在后，2个人有模有样向炸弹叩拜，那模样看得后面老刘几个人嘎吱窝的毛都炸起来了。见过离谱的，但是像这2个家伙这么离谱的，有生之年真是第一次见。老刘啊，我看你这个亲戚多少脑子有点问题吧？
是不是小时候被门夹过？这是他这个亲戚有问题吗？俩人都不正常，送礼送墓地祭祀苹果的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人还没死呢，上西天的苹果先干了。你好意思说？你还一连干了3个，一个寿终正寝，一个英年早逝，还有天妒英才。好家伙，我就看你以后得死几遍才能对得起这几个苹果。在几个人谩骂声中，垃圾粪检站外面突兀响起治安局车辆的声音。杜涛顶着一双黑眼圈，盯着苏白两个人看了许久，最终长叹了口气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这是跟他们治安局杠上了，加上今天晚上3天不能休息了。苏白看到杜涛想杀人的眼神，连忙陪笑道：“队长，啥也不用说了，规矩我们懂，真不是故意的，马上跟着你们回去协助工作。今天我们就离开秦都，再也不给你们制造麻烦了。”那个谁，小王你过来。低头想了想，杜涛冲一名工作人员招招手，低声吩咐道：“你去把这个钱给苏白两个人，然后顺便把这个车票给他们，就说是我们治安局赞助他们的，让他们尽量马上离开。”现在一听到苏白两个人的声音，他就感觉脑瓜子嗡嗡响。苏白两个人不舍得挥挥手，手里攥着人家赠送的车票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好人啊，不光给奖金，居然还给出城的车票，这么好的人到哪去找？真是有点舍不得离开。哥，得了吧，你心里真是一点逼数都没有啊！再不走的话，人家杜涛队长捅咱俩的心都有了。胖子嘴角抽了抽，生拉硬拽着苏白离开了。两人沿着城里的街道，兜里揣着2万元的巨款，那是走一路炫一路，肉夹馍、胡辣汤、包子、米线、小馒头，一个也没落下。顺便检查了检查沿途的垃圾桶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。好家伙，垃圾桶都他马上锁了，一点活路都不给了呀！大妈，你这里有钥匙没？垃圾桶锁上了，我们没办法丢垃圾呀。垃圾呢？拿过来我检查检查。为什么要锁上啊？还不是治安局害的。说起这个，清洁工大妈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一脸愤恨骂道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啊？治安局他妈的穷疯了，一晚上把全城的垃圾桶都扒了一遍，鼻沟舔了还干净，是一块纸皮都不留呀！就这个整法，垃圾桶能不上锁吗？不是防别人，主要是治安局的人啊！”见大妈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乱飞，苏白忙后退了一步，使劲擦了擦脸，不停点着头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马上离开秦都。治安局扒垃圾桶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吗？苏白两人马不停蹄地到了城东汽车站，两人从兜里掏出车票，看着上面的目的地，彻底傻眼了，真是下了血本啊！没想到这是有多不愿意他们再回来，订的居然是到漠河的车票，乘坐时间128个小时，太远了。你把导航弄出来，看住点路程，等出了秦都之后，我们马上下车。漠河那地方我知道，常年气温低得很，别说捡破烂了，地上有个废铁，咱们都不敢捡，保不齐就给你粘地上了。1个小时后，苏白两人找了理由强行下了车，两人大步走在四处望不到边的野地里。我发现啊，这两个家伙真是不走寻常路，捡破烂都捡到野地里来了。我就纳闷了，大野地里有什么？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雷声，苏白抬起来，眯着眼看向天空，只见在自己头顶上，正要一个车轱辘般大的小飞机，屁股上冒着黑雾，360度不停的旋转，在两人猛逼的眼神下，小飞机一头砸到了地上，爆出一团火花后，无数金属零件从头顶落了下来，扑在了两个人面前。苏白挠着头起身，抬头看看天，再低头看看地上的各种金属零件，倒吸了口凉气，扭头看向了胖子：“你说这东西算破烂吗？莫名其妙掉下来的，炸的起码都不认识了，咱们捡了不会有啥事吧？”阿胖从地上捡起小飞机壳子，看着上面的字，直接对在了苏白脸上：“哥，你看看这是啥？西方战区侦察部鹰号无人机。我直播捡垃圾桶。上一集我们在军队坠毁的无人机，出大事了！坠毁的无人机居然是人家战区侦察部的。虽然无人机不是我们打下来的，但是零件都是我们烧的啊！哥，以后我常进去看你的，随意毁坏部队物资，好像是判3年。苏白看着自己拆解下来的那些铜线，都快哭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打电话给秦都治安局，咱们真不是故意的，也算是自首情节吧。我还得参加比赛呢，总不能真给我抓进去吧？苏白摸出电话拨打杜队长的电话，不过对方一直处于战线中。几秒钟后，各种各样的弹幕充斥在直播间内。
完了完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意思的直播，还没等开始看呢，这就要结束了吗？人家战区的无人机，哪怕是自己坠毁的，你也不能为了里面一点铜线就给人家烧了啊！太行了！我说个好笑的事，人马上都要进去了，还是一个破烂都没捡到，邪门就完了。治安局一直处于战线的杜队长，此时正在接受上级领导的指示。上面刚才给的传真，你看看，秦都城外军团举办了为期3天的演习活动，需要治安局配合打扫战场。打扫战场，我们治安局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，去打扫战场这专业不对口呀。就我们治安局，上面说人家是看了前几天我们翻垃圾的新闻，特意通知我们，翻垃圾这么干净，打扫战场指定行。一听这个，杜涛心态炸了。众人强忍着困意，拿上了捡破烂专业工具，准备奔赴指定区域。打扫战区不是个容易的活，有些武器属于回收武器，让跟着的统计员统计清楚，最后我们是要算酬劳的。正在说话的杜队长兜里手机突兀震了起来，掏出来一看，杜涛眨了眨眼，没有接通。估摸着苏白2个人现在已经到别的省份，很可能发现车是来往薄荷的，所以打电话过来肯定不能接。这电话足足震了10几分钟，杜涛始终不为所动，表情淡然。直到短信声响起，杜涛这才点开手机，低头看着对方发来的信息。杜队长，我捡到一个无人机，想要问问咱们治安局要不要？战区侦察部的，还有编号呢。沉默了几秒钟，杜涛咬着牙点开了苏白的直播间，仅仅是扫了一眼周围的情况，就断定这2个家伙所处的位置正是上面要求他们去打扫战场的区域。什么鬼？他们这边小兵还没出基地，苏白2个家伙就要上高地了，是不是有内奸啊？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每次有任务都能在他们前面呢？找残肢如此，找罪犯也是如此，就连打扫战场都是如此。赶快上车出发！苏白无人机都找到了，别整到最后捡破烂都捡不过人家。治安局所有车辆加速，轰鸣着驶向了城外。此时大野地里，苏白仍旧是一脸担忧。直到现在，杜涛队长的电话依然打不通，发短信也不回。百无聊赖的胖子冷不丁抬起头，看到直播间的一条弹幕飘过。前几天战区在这里演习了，无人机估计是遗留下来的，捡到有价值会给奖励，发现的战场遗留物品越贵重，回收价值越高，得到的奖励也就越多。2人又看了看发弹幕的网友，正是前天晚上一块喝酒的公安局门卫秦大爷，瞬间笃定。这么说的话，咱们有活干了。苏白挠着头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2人放开膀子就开始寻找战地遗留物品。咣的一声，苏白震得虎口发麻。胖子愣愣转过头，看看豁了口的铲子。你别动，万一里面又是什么武器呢？人家不是说了，各种武器是能回收的，轻一点。苏白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小心翼翼用手挖了起来。不多时，直播间内众人只看见这家伙将手掌塞进土里，摸索了半天，提出来一个圆球般的物品——手榴弹。旁边胖子忍不住惊呼了一声，心里后怕不已。这是什么神仙运气？随便一铲子下去，居然能挖出来1枚手榴弹，而且铲子上那么大的豁口，手榴弹还没爆。来，手榴弹你装住。哥，我装哪？看着苏白递过来的手榴弹，胖子一脑门的问号。装兜里啊，赶紧滴！我刚才试住底下好像还有，再挖挖看。没好气回了一句。苏白整个人趴在地上，仔细在土坑里刨了起来。不多时，哎，又一个手榴弹！好家伙，这是人家藏手榴弹的一个地方吧？母鸡下蛋啊！底下怎么这么多？妈蛋呢？装起来，装起来！画风逐渐变得离谱。直播间观看直播的粉丝一个个表情呆滞，心里1万个卧槽，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相信，随便在大野地里居然能挖出来几10个手榴弹，而且还都是完好无损，随时能引爆的手榴弹，简直让人没办法接受。干出来这么多的手榴弹，那岂不是发财了？我算是服了，人家别的选手那是真的在捡破烂，咱们苏白倒好，除了破烂不捡，那是什么玩意都能捡到啊！看着麻袋里面的几10个手榴弹，直播间内的粉丝有文化的能多说几句，没文化的全程就4个字，不停用弹幕刷着屏。卧槽，牛逼，牛逼，卧槽！
苏白两个人拖着半麻袋的手榴弹，正在附近空地上游荡。卡拉卡拉卡拉，麻袋里面时不时传来手榴弹的碰撞声。最初两个人提心吊胆，一步三回头，生怕里面的手榴弹炸了。不过，过去这么久的时间，见一点事都没有。逐渐的，苏白两个人也就习惯了。老拖着这么多的手榴弹不是办法，交给哪个部门了？杜队长的电话还打不通吗？苏白表情惆怅，无奈点头。忽然看着胖子脚下不停冒着红光。编经探测，挖掘出可获得不低于价值5000元的奖励。苏白虽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，但是自从激活系统之后，但凡给出提示，里面就没有一个正常的破烂，不是肢体就是易燃易爆物品。你别动啊，我仔细看看。抬头嘱咐了胖子一句。苏白在旁边刨了个小坑，梗着脖子趴在地上，挤眉弄眼瞅了许久，最后才看明白，8成是个地雷。啥东西？我腿都麻了，你让我动一动。那什么，你有啥阴谋？胖子瞬间一脸懵逼。突然苏白手机响了，打开一开是杜涛队长。苏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让胖子千万不能乱动，他脚底下踩的那个地雷不是演习使用的地雷，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一颗地雷，千万不能动。苏白同胖子四目相对，同时叹了口气，这个节目太危险了呀，捡到手榴弹就够离谱的了，现在连地雷都能遇见。我直播捡破烂第6天，我在城外的大野地里捡手雷，摄影师不小心踩到了地雷，得知自己脚下居然是个地雷后，胖子无比委屈地嚎了起来。打小我妈就说我命苦，实习都抢不到热乎的，找个工作才干了不到1个礼拜，这就要结束了。哥，你现在帮我问问节目组，保险买的多钱的，趁着没爆炸，能不能给我续保？摆好了，杜涛队长马上就来救我们了。此时10几辆治安局车辆停靠在离苏白不远的大野地里，全体都有，马上开始地毯式搜索，任务是搜集散落在野地里的弹壳和武器，趁着这2个家伙还蒙在鼓里，在最快时间内打扫完整个战场。这次我们再也不能让苏白把功劳抢了。看着众人离开的背影，杜涛掏出电话拨给了苏白。喂，苏白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车坏了，卡在路边，估计最多5个小时就能赶到你们所在的地方，坚持坚持。5个小时后，治安局说马上就过来，这么久了还没来，情况有点不对劲。我怎么觉得治安局好像在忽悠我们呢？没事，打开手机观看直播间的弹幕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气上吊。可算是看直播弹幕了，苏哥，人家治安局都扫荡了一大圈了，特意要过你这个区域的，底下那个就不是地雷，你们被忽悠了。哈哈，实话实说，估计杜队长也是没办法，不然的话，估计他们这么多人打扫战场，还没有苏白一个人捡得多，才想出这样一个办法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把地雷挖出来，然后捡武器啊！再等下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苏白小心翼翼将地雷周围全部挖空，看着里面锈迹斑斑的地雷，看情况这个地雷好像不是假的呀，能生锈成这个样子，最起码在地下埋了几十年。苏白用石头缓缓地替代胖子的脚，在石头完全放下的一瞬间，拉着胖子撒开了腿就往远处跑。爆炸到处尘土飞扬，远处还在清理战场的杜队长满脸不敢置信看着升起的滚滚浓烟。炸了，地雷是真的。杜涛一挥手，带着周围几名队员不要命地跑了过去，看见苏白正从地上爬起来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，不是让你们不乱动吗？怎么？苏白斜眼瞅着治安员手里麻袋上满满当当，看着捡了不少东西啊。行啊，真行，就这些东西，最少已经在大野地里转悠了2小时了。苏白一把将半麻袋手榴弹塞给治安局队长。队长，这是100个手榴弹，你们收吧。周围的治安员表情纠结，内心复杂，手里捡的那些破烂仿佛都不香了。又领了1万，这是什么鬼？每天都在他们治安局固定领1万奖金，发工资呢。杜队长无奈吩咐手下把钱给到苏白，苏白点了点钱，确认无误后，扭头递给了胖子。队长，辛苦你们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话未说完，苏白愣在了原地，眼珠子直勾勾盯着不远处的一个土山。经探测，扒了这个山，可获得不低于100万龙国币的奖励。100万？之前系统提示炸弹才1万了，100万难道是军火库？苏白两人大步走向了那座土山，热火朝天地挖了起来。疯了，这2个家伙干什么？去挖人家的山干啥？杜涛看着干得热火朝天的2人，一脸问号，看了半天都快睡着，冷不丁被队员一嗓子吓醒了。队长，
苏白挖到文物了青铜鼎。看着苏白奋力将底下哪个小青铜鼎从坑里拖了上来，这时苏白也看到了杜涛队长。队长，您在文物局有熟人吗？过来帮我们看看这东西真的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您喜欢收藏吗？便宜卖给你啊。杜涛满脸黑线。我见过邪门的人，不过你这么邪门的，真是第一次见。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你是都能捡到呀？我现在就联系文物局过来鉴定。不多时，一名两鬓斑白的老者小心翼翼站在青铜鼎面前，拿出各种专业仪器检查了起来，足足检查了10几分钟。没问题，这尊青铜鼎是真的，战国时期的青铜鼎，你们治安局立大功了。你放心，单是这一尊青铜鼎，最少就有10万元的奖金。10万？他们这么多的治安员辛辛苦苦，耙子都整断了，最后的收入也不到1000。这家伙又要拿10万的奖金了。直播间内的弹幕疯狂了，破防了，兄弟们，真的破防了！前面几天一天赚1万就够太离谱的了，这才新的一天还没开始啊，就赚了10万，这可是10万啊，够老子 P 到小丽50岁了。马德，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，刚才给老板发短信，我辞职了，我1个月工资是3000，就是干10年也不过是30几万，捡破烂捡上10年，难不成我还捡不到一个文物？万一多捡几个，比上班稳定啊！别说了行吗？刚才我爸提着锅铲子下楼了，说什么今晚上也得把小区里面的垃圾桶翻一遍。这是你的奖金，小伙子干得不错。接过文物局递过来的奖金，此时苏白心里还是有些不解。青铜鼎已经挖出来了，但是系统还在提醒土山上奖励100万。难不成隐藏在小山里面的文物绝对不止青铜鼎这一个？苏白决定继续再往下挖。不是吧？文物局都探测过好几遍，一无所获，这家伙怎么又挖起来了？队长苏白又开始挖了，我们要不要封锁现场，让他们离开这里呀？不用，人家文物局刚刚已经在附近用专业的探测仪器检测过好几遍了，确定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，我就不相信他们还能挖出来什么东西。忽然，远处传来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，闻声，众人不由身躯一震，艰难吞咽下嘴中唾液。不会吧？人家不是说都探测过了吗？底下什么都没有，这家伙又挖出来了。阿胖将里面的一个铁箱子抬出来，就是这么邪门，人家仪器都探测说底下什么都没有，结果呢，挖了不到半个小时，这不是又上货了吗？我直播捡破烂第6天，上一集我在城外的大野地了挖出了青铜鼎，文物局探测完一无所获，我却又挖出来了一个宝箱，震惊全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马上通知文物局所有人员，火速赶到这里，马上对这个小山进行挖掘，里面还有文物。对方马上抱歉，冲苏白一笑，歉意满满的说道：不好意思，你可能暂时不能挖了，这个地方既然发现了文物，接下来就归我们文物局进行挖掘工作，闲杂人等不能待在这里。万万没想到，面前这个文物局负责人能如此不要碧脸，小山里面铁定还有文物，竟然用这种办法不让自己进行挖掘。行，我不挖了，我看住你们挖，给钱吧。苏白带着胖子就在不远处的大树旁边看着他们挖掘，人家是公职人员，规定也确实是这样规定的，他们作为龙国公民，确实有配合的义务，只能干生气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太不是人了！刚刚文物局探测过了，他们自己说没有，他们不挖，我们现在挖到了，开始轰我离开了，这不是卸磨杀驴吗？苏白无奈地摊了摊手，看着远处的小山，表情却愈发古怪。位于小山上的红色光芒居然在移动。我操，系统这么牛逼呢，埋在里面的文物都能移动。苏白小声嘀咕了一句，对着脚下的大树一铲子对进了土里。正在指挥队员忙碌的徐队见苏白2个人提着铲子对着面前的大树就是一顿输出，徐队完全想不明白，这是脑子一根筋吗？都说了，整个小山他们文物局接收，哪怕挖出来文物也不会再有奖励。杜涛站在徐队身旁，发出阵阵感叹声，哎呦我去，心里别提多开心了。来啦，邪门的功夫来了，往往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，苏白就是这么邪门。徐队啊，咱俩关系不错，按道理有些话我作为一个治安局队长不应该讲，但是人呐，有时候就得认命，不可能是牲口的对手，我这么说您明白吗？徐队愣愣摇摇头，说的都是些什么？谁什么时候跟牲口比了？真的，你现在赶紧通知你们文物局的会计吧，马上带着钱过来，我估计啊，人家一会真的挖出文物了，你自己看看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自己不中用啊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你们这么多人在小山周围有任何发现吗？
还不明白？人家专业捡破烂的，你就说我们治安局都专业成什么样了？打扫战场也没捡过这2个牲口。言尽于此，你自己寻思寻思吧。说完后，杜涛背着手，笑呵呵地来到了大树下，低头瞅了一眼苏白挖出来的一个浅沟。忙着呢，这是又发现新东西了。苏白抬起头，发现杜涛队长抑制不住的笑容。此时，直播间里也热烈讨论这苏白将挖出来什么好东西。不会是什么名贵药材吧？真的，一点不吹牛逼。自从看了苏白的直播以后，谁就是告诉我苏白从地底下把葫芦娃挖出来了，我都相信。应该不是药材，大树的底下还没听过这地方能有药材的，我估计80%还是文物。哎，你们看见治安局杜队长的表情了没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比苏白还希望底下能挖出文物呢？这不是废话吗？你就算算，这才几天啊，他们治安局给苏白发了多少奖金了？心里能没有点想法吗？一个人倒霉那是真的倒霉，要是换成2个人，前面心里是不是平衡多了？我估计杜队长现在就是这种想法。好家伙，这样的嘛。不过我也希望底下能挖出文物，实在是文物局有点过分了。你就说小三给他们这么长时间，挖出文物了吗？一个都没有，还不如接着让苏白继续挖呢。瞧不起捡破烂的是怎么着？卧槽，苏白掉下去了啊！底下咋是空的？苏白整个人仿佛踩空一般，直直的掉了下去。紧接着，里面传来苏白的嘶吼声：“胖子，帕子呢？给老子把帕子丢下来！好家伙，底下好几个人，你能下来不？赶紧下来帮忙！饿得很啊，手了还有枪呢。你问问杜队长在不在？挖出盗墓贼了！”胖子和杜涛队长一头跳了进去。队长，我们怎么办？下去不下去？一名文物局工作人员小声提醒了一句。徐队斜眼瞅了瞅这家伙，没好气训斥道：“你下去干什么？你手里有枪啊？马上吩咐会计，现在带着钱过来。万一盗墓贼手里有文物，掏钱的还是我们。”直播捡破烂第7天，上一集我在野外挖出了盗墓贼，一不留神掉进了坑洞里。苏白趴在地上，身子下压着一个中年人，攥紧拳头，电炮呼脸。掉下来的一瞬间，苏白眼疾手快，直接将对方扑倒，扯着嗓子冲上面的人嘶喊。几名盗墓贼一听，慌不择路的开始向后退。哥，抬点头，不是里面黑灯瞎火的，啥也拍不见。你抬起来点头，不然黑屏的话，节目组有可能会扣我工资。赶来的胖子正对着苏白调整着摄影机，太他妈专业了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拍清楚点呢？胖子，这家伙身上有东西，你先装在兜里，我摸着好像是文物，就说是我们在底下捡到了，明白吗？一会抓住几个盗墓贼，统一一下口供，千万不能说漏嘴了。苏白身下的盗墓贼头皮发麻，这是碰见同行了吧？文物是他们盗来的，居然要说是2个人捡到的。我们的意思你明白？大哥，规矩我都懂，我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们压根就没看见什么文物，都是你们自己捡到的。盗墓贼无力反抗，忙不迭点着头。苏白非常满意盗墓贼的表现，但是这一个盗墓贼身上就翻出好几件文物，前面最少还有5、6个人，要是全部能抓住的话，那得搜出来多少文物？苏白沿着漆黑的坑洞追向了前方的几名盗墓贼。治安局的奖金无所谓，人家已经够惨了，但是文物局绝对不能放过。说什么今晚上也得薅哭对方。坑洞最深处，盗墓贼大哥身后跟着几个小弟，气喘吁吁的哀嚎：“哥，这是咱们来的时候那条路吗？别一会给我们堵死了！后面那个家伙绝对是治安局的，下手太黑了，那炮全抡的，小王的牙都崩我脸上了。”别吭声，跟着我走，不会有错。我这里还有个路，一般人都不知道。前面过去，土里藏着一个石板，把石板推开，里面就是个古墓，顺着古墓里面就能离开这里。小弟们愣在原地，一脸复杂瞅着大哥。刚进来的时候，大哥瞒着大伙，现在走投无路才说出来。都是因为我怀疑小王是卧底，所以才没说出来。你们想，刚才开枪的是他，这么近距离都打不中，咋可能？而且明明他是倒数第2个人，咋就能扑到他？啊，对，小弟们连点头。见气氛缓和了不少，大哥心里松了口气，默默念叨了一句：“小王，哥对不起你，锅你先背着，以后多给你存点钱进去。”领着一群人，很快来到了一个土墙面前。走，别耽误时间，马上进去，速度离开这里。
大哥面色凝重，吩咐，伸手推开了石门，侧身钻了进去。人呢？苏白抬头看着到尽头的洞穴，忍不住挠挠头，见鬼了！哥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这里有个石板，会不会在这个里面？我看着像个门，我爷爷下葬的时候就是这个材质，绝对不会错。阿胖摸了摸一侧的石板，语气笃定道，联想到对方一群人是盗墓贼，石板后面很可能是个墓地啊。麻袋呢？都准备好，一会进去以后看我颜色行事。总之就一个，咱们是干什么的？捡破烂的。那里面如果有文物，这个你怎么看？这还怎么看？都是咱们捡到的。哥，东西好像不多。先拜祭。苏白指了指墓穴前方的一个小路，盗墓贼向那边去了，跟着过去。这群人对里面这么熟悉，肯定进来不止一次，说不定属于咱们的破烂都被他们给捡走了，这能忍？不得大逼斗子好好教训教训这些人。此时整个直播平台炸了，所有的人融进来看热闹来了。哈哈哈哈！不得不说，这真是一个宝藏节目。谁能想到，明明是个看人捡破烂的节目，现在整出来一种盗墓的感觉，这可太优秀了。近距离观看某挖掘的古墓，这是不付费就能观看的节目吗？不过苏白是真狠啊，人家盗墓贼手里有枪，他都敢追进来，他也就算了，那个摄影师居然也敢。杜涛队长带着几名治安员来到了苏白等人消失的地方，蹲在狭窄的坑洞内，抬头看着面前打开的石板。古墓，小山下面居然真的有古墓。文物局的人真是废物，底下这么大的一个墓地，检测了好几个小时，硬是没检测出来。跟在我后面，一旦发现盗墓贼的身影，里面情况复杂，警告过后，如果对方不束手就擒，可以予以击毙。注意，不要伤了苏白2个人。杜涛等人缓慢摸进了古墓中。队长，你看地上到处是耙子印吧？治安队长看着满地耙子印，陷入了沉思。究竟是谁？盗墓贼刮过的，还是苏白这个牲口刮过的？先别管这个，接着向前走。但是这个墓穴里面也太干净了，走了这么久，除了这个木头棍子，一件文物也没看见，不科学。杜涛摸着下巴，实在是想不明白，古墓中的文物是苏白他们拿的，追罪犯的途中啊，还能有空捡文物？没这么专业吧？墓穴又炸响一道枪声。直播捡破烂第8天，上一集我在野外挖到盗墓贼，紧跟着盗墓贼来到了一个古墓里面。墓穴中，苏白及时躲在石头棺材后，而不远处，几名盗墓贼簇拥在一起，同样躲藏在棺材侧面。大哥，咱们要赶快想办法出去，枪里几颗子弹都打光了，我这手里的还只能喷水。别急，你让我想想，出路在哪来着？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还是在上次，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。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个，无非就是2个灯台，你过去随便扭一个，哪个能扭动，那个就是出口的机关，绝对错不了。闻言，小弟顺着棺材一角向远处灯台挪动，火力压制。顿时，几名盗墓贼马上举起枪口，滋，齐刷刷的水柱喷了出去，现场一片寂静，鸦雀无声。几名盗墓贼握着枪，尴尬地站在棺材后。苏白使劲擦了擦脸上的水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仿佛时间都静止，尴尬到脚趾抠地。直播间瞬间陷入一片欢乐的海洋。哈哈哈哈，笑不活了！他妈的，我都做好心理准备，感觉苏白要完了的时候，谁能想到几个盗墓贼居然是逗比？尼玛优！除了刚才那一把枪，剩下的都是紫水枪啊！太行了，这是哪个村出来的人才？简直要笑死我了！我就说嘛，他们这么多人，手里还都有枪，怎么可能被苏北2个人撵着跑？感情手里的都是紫水的。不过你还别说，人家买的这个紫水枪质量真的可以，手枪模样能喷出这么多的水，属实不容易。但我操，画面怎么开始晃起来了？不对劲，摄影师人没乱动呀，咋回事？妈的，那个盗墓贼出动机关了！不会吧，整个墓地要塌了！远处那个正在转灯台的盗墓贼显然触动了某个机关，这是自毁程序吗？卧槽，大哥，你让我转的这是个什么玩意？这哪是出去的机关，这特么是上西天报道的机关啊！好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那边有个石头台子，都躲到石头台子下面去。看着已经将石棺淹没的尘土，惊喜的吼道：“那2个治安员呢？没跑出来，应该是死外面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大逼兜子就抽了过来。谁死在外面了？你往里面点，让我进去。就这么大地方，
大家都往里挤。几名盗墓贼看着钻进来的两个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上一秒还在你死我活的争斗，下一秒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们两个人不是治安局的人，捡破烂的。外面确实有不少治安局的人，你们想跑是不可能了。不过跟住你们是希望你们给我们两个做个证。几名盗墓贼不约而同将目光落在两人身旁麻袋上，只见里面满满当当，各种文物器皿。这里面都是我们捡的破烂，刚才你们都看见了，对吧？你管这叫破烂？哥，你们太有天赋了吧！捡的那叫一个快，那叫一个干净。跟你们两个人比起来，我们啥也不是。但是大哥，你刚刚说的什么意思？我们没听懂。这还有啥不明白的？一会人家治安局的人来了，问你们干啥的，你们就说自己盗墓的；问我们干啥的，你们就说我们捡破烂的就成了。然后人家如果要是问我们麻袋里面的这些破烂哪来的，懂了。说到这里，几名盗墓贼明白了。哥，我这里有个办法，可以这样说：墓地马上就要塌了，然后你们两个人挺身而出，保护了里面的文物。这样的话，治安局不仅不会怀疑你们，还有可能表扬你们。到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们说好话，我们都是初犯，可得判轻一点。人才呀！没想到你们盗墓的还有这样的人才，好办法呀！力挽狂澜拯救两麻袋的文物，文物局不得好好奖励他们吗？治安队队长我可熟了，我一定给你说点好话。上面的徐队发现下面塌方了，赶紧叫来工程队开始营救挖掘，再将苏白以及几名盗墓贼营救出来。队长，要不您亲自下去看看吧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连棺材里面都是空的，尸体上的衣服都踏马没了。要我说，队长，不行你去给人家承认个错误，我们挖了一晚上，一个文物也没挖出来，全被他们捡完了呀。徐队深吸了口气，一脸尬笑的走了过去。那什么，忙着呢。是这么回事，鉴于你们两个人发现了古墓，在坍塌的时候保护了里面的文物，我们文物局所有人经过讨论呢，决定给予你们两个人奖励。杜涛在一旁忍着笑，一脸古怪的看着徐队。早就说过了，人不能跟牲口比，早点认怂会是这样的结果吗？苏白啊，我跟你们徐队是老同学，这样拿了奖励就算了，再就是你们别捡破烂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天马上就要亮了。不行，我们派个车送你们回去休息，怎么样？苏白低头看着时间，已经是早上5点，天色确实马上就要亮了。而文物局也低头，奖励过几天的话，会直接打到银行卡中。成。苏白两个人跟着一名治安局司机上了一辆商务车，直接送我们去城里的酒店吧。一会儿两个人呼噜声就响了起来，司机回头看了一眼，猛打方向盘往高铁站驶去。上一集我刚到诸城，就在绿化带里发现了毒品，并协助警察抓住了毒贩。毒贩已经全部交代了，这是你们的奖金，我们治安局说话算话。这一次行动剩下的资金作为奖金奖励给你们两个人，希望你们能再接再厉。将一个信封递给苏白，安宁心里十分不服气。好好的一个抓捕行动，最后居然让他们两个捡破烂的给捡了喽。谢谢。那什么，安宁队长，时间不早了，不耽误你们忙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等苏白两个人赶到码头的时候，导游小姐姐急得满头大汗，不停催促着两个人速度上船。哼，你们什么情况？来的也太晚了，这都几点了？不好意思，刚才去治安局处理点业务，来晚了。这两个人模样简直就像个捡破烂的。听两个人大言不惭，竟然说是去治安局处理业务，导游小姐姐撇撇嘴，嗤之以鼻。行了，人齐了，那就赶紧出发吧。随着一声汽笛声响起，游轮缓缓进入了大海中。苏白看向了窗外的深海，好多地方冒出红色光芒呀！根据系统的提示能看出来，大海里面好东西不少啊！如此多的财富全部拖上来，那得值多少钱呀？哥，你看那边有个游艇，我们可以坐着冲冲浪。中。两人二话不说就登上了游艇。就在游艇航行了一段距离后，猛然拍了拍驾驶员的肩膀：“哥，在这里能不能等一会？我有点事。”驾驶员一脸懵逼：“小兄弟，你要干啥？”驾驶员下意识将游艇停在了原地。没事，我下去一趟。驾驶员一脸懵逼看向船上的胖子：“你朋友不会是想不开来跳海的吧？”话音刚落，胖子对着驾驶员笑了笑，一头也跳了下去。“你俩跳海别拖累我呀！”驾驶员欲哭无泪啊，使劲咬了咬牙：“妈的，也不知道30多年没游泳了，老子的狗刨式还能不能游动？”说完一头跳了进去。小岛岸边哨声大作，苏
度来人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一个游艇上的人都不见了？组团跳海自尽啊！速度过来救人！怪不得2个人说是去治安局处理点业务，看来都是真的。2个人说不定是犯罪分子，没地方逃了，最终无奈跳海。岸上的团员纷纷开始猜测起来。深海中怎么样？你就说中不中？苏白满脸得意，除了牛逼就是牛逼，确实牛逼。驾驶员和胖子相当赞同的附和着。一个锈迹斑斑的箱子里面的金光闪瞎了眼，清一色的全是金条。跟随胖子镜头，看到海底黄金的直播间，粉丝都懵了，真的服了，以后只能跪着看直播了。确定这不是一个探宝节目，什么玩意儿都能发现。人家这是个旅游胜地啊，一天过来的游客没有1万，那也有好几千人。从没有后人发现，咋苏白一来，隔着这么厚的海水都能知道底下有金条，太邪门了。不光我跪了，我们一家人都跪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应该跟着苏白去旅游啊！发现了金条，哪怕是分上1根，那也赚大了。这得干多少年？别急，海底下发现了金条，这种情况需要上缴吗？国家会不会收走啊？都拜坑绳，我们晚上再来。一脸兴奋地对胖子说着计划。诸城治安局队长，金条又是那2个捡破烂的。安宁无奈点着头，指了指自己面前的电脑屏幕。全网都知道了好吗？随着夜幕降临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来了这么多的治安员？我看就连海上巡逻队都来了，出什么大事了吗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出大事了！有人在底下直播发现了金条。真的假的？直播的这个人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发现了金条居然还直播，这下好了，人家治安局的人来打捞，这要是捞上来，跟他们还能有关系吗？听着周围议论声的苏白同胖子，嘴角使劲抽了抽，千算万算，唯独没想到胖子能敬业到这个地步，在海底扛着摄像机，全程把黄金拍得一清二楚的。哥，这是真不赖我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。苏白抬头无力看着天，这一箱子金条算是没戏了。苏白，你这刚到我们诸城就发现了野生金条，底下那不低于300万，这可都是苏白捐赠给我们的呀！鼓掌！在场的人纷纷鼓起来。太狠了吧，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啊！这一句话帮自己全捐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苏白无奈的苦笑。安宁队长，在大海了发现了财物，是不是都需要上交？你说的没错，需要交给有关部门处理。不过也有特殊情况。哦，什么特殊情况？特殊情况就是发现有危害的物品，根据危害等级，给予发现者奖励。当然，一般能发现危险物品的都是专业打捞公司，比较危险，普通人还是不要想了。话未说完，一个黑影从自己身旁闪了过去，一个猛子扎进了他的头。不是。安宁转头看向了胖子，没等开口，只见这个胖子长长叹了口气，紧跟着一头扎了进去。我直播捡破烂第10天，上一集我在海里捡到箱金条，被治安局强制没收了。得知捡到危害品可以领奖金，我转头又跳进水。队长，帮我看住点，底下还有好多。跳进水里没多久的苏白抱着一枚鱼雷就浮了上来。安宁队长一惊，赶快围上警戒线，通知防暴组过来支援。安宁无力看着又下水的苏白，要不要这么邪门啊？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这家伙还真的一股脑冲进了海里，拖上来几枚鱼雷。想到这里，他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，马上从兜里掏出电话。喂，秦都治安局吗？你们杜涛队长在不在？不在。我们这里是诸城高铁站治安局，你们能不能派个人来，把你们秦都的2个居民带回去？真的，必须马上带回去。我们诸城非常不欢迎这2个人。对，意见非常大。什么？暂时来不了？你让你们杜涛队长接电话，他凭什么来不了？你告诉他，再不来人的话，一会你们秦都的这个畜生能从海底下拖出核弹来，你信不信？安宁队长。苏白2人拖着一个长好几米的鱼雷，艰难爬到了岸边。赶紧过来呀！这东西你们收吗？底下好几个呢。好家伙，太沉了！你们如果不要的话，我们可就拆开当废铁卖了。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打捞，看着沙滩上一排排鱼雷，苏白满意的点点头。哥，以后打捞队见了你，估计都得绕路走。远处的治安员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嘴巴大张着。太狠了，这么多的鱼雷，这2个人抵上好几个打捞队了。嘘，低调低调，
没看见人家安宁队长脸都黑得看不清了吗？苏白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什么事？我们可没犯法吧？这的牌子上可是都写了，允许游客下海游泳，没禁止不能在底下捡破烂。一看是这个阵势，苏白心里有些慌了。早知道少捡几个，都要把他们2个人带走，事大了呀！跟着我们走就知道了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，不是什么坏事。带着苏白2个人径直上了海洋巡逻船，苏白人都傻了。海洋舰队的人找自己干什么？诸城海洋防区驻地，几名身穿军装的中年人看着苏白的直播回放，啧啧称奇。这是个人才啊！确定这家伙身上没有什么探测仪器，不然的话，要不就是这家伙运气逆天，祖上都是捡破烂出身的吧？不然的话，完全解释不通。世界上还有人在捡破烂方面有这种逆天的基因呢。遗留在小岛周围的那些鱼雷，我们早就清楚，因为旅游项目一直在进行，才没有采取大的行动。想要全部找出来，必须有大型工具才行。没想到他们2个人半天徒手就挖完了。等一会人来了，直接送到那个小岛上去。曾经的沉船就在附近，这家伙能找到鹰将国遗留在里面的武器证据，一切可就好说了。那一片海域并不属于龙国，各种大型探测仪器运输不过去，只能用人力搜寻。我们足足搜寻了几个月的时间，也没把沉船的重要证据打捞上来。船上牺牲的人员得不到平反，冤屈得不到申诉，让我们寝食难安。还有个问题，这家伙正在参加一个节目，我们征用人家的话，是不是需要给点报酬？虽然可以强行征用，可治安局安宁就是个例子。万一苏白这家伙在海洋里发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最后得不偿失的可能就是他们。有了，这样吧，他帮我们找到重要证据，沉船上的其余东西，我们一律都允许他带走。不仅能带走，我们亲自派船帮他拉走。不过前提是他必须自己把东西从海底拖上来。光是这一条，估计……众人相视一笑。船只一旦沉到海底，没有大型工具帮助下，人力根本不可能拉上来，等于变相的白嫖。卧槽啊！节目组也太牛逼了，捡破烂这是上天了，等于接到国家任务了呗。去别的海域搜寻沉船，谁能有这个待遇？要我说啊，其他选手还挣扎什么？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反正要是我肯定不挣扎了，没得比。以后谁再告诉我说捡破烂没前途，我跟谁急？这叫没前途？才几天啊，就捡成100万富翁，现在就连国家都上阵，这不得把族谱撕了，从苏白这里重新写。刚刚转运过的苏白站在甲板上破口大骂：是人吗？是人吗？这日子还能过吗？捡个破烂而已，你们还真的打算送我们出国呀？不是，国外有废品收购站没有啊？哥，协会在骂，喝口水。3个多小时了，我就服你。好家伙，3个小时我替你数了，没有一个重样的，牛逼！我打听清楚，人家让我们到这个地方来，那是来捞沉船的，底下捞出来的那些铁皮都能带走，而运输费都提供。苏白这才消了消气。军舰预计明天才能到达目的地。晚上，苏白在房间里查看着系统。今天是月底，系统到了结算的日期。经过系统统计，宿主表现优异，结算奖励加倍，力量加10，体力加8，速度加9，机械精通。这次多了好多机械精通，感觉脑海中涌出不少知识，整得苏白有些头疼欲裂。各种机械精通，拆卸知识也有。望着甲板上的一个炮台，不禁想试一试新奖励的技能，将胖子喊起来，爬上炮台，熟练地拆卸了起来。外面什么声音？谁半夜修船呢？船员听到声音往这边望去，只见2个捡破烂在热火朝天的拆炮台，赶快叫船长过来。好家伙，这真是捡破烂的，手动拆了炮筒。可不是嘛，刚才凑上去检查了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以为咱们炮筒是不是忘了装，一个零件都没损坏。这是魔鬼吧？有这个本事，干点啥不行？去参加什么捡破烂大赛？别说了，队长脸都黑了。现在怎么办？炮筒子拆下来，咱们是不是返航？不然的话，万一遇见危险，连火炮都没了，怎么保证军舰的安全？众人议论纷纷，交头接耳，看着苏白的眼神，真的像在看一个外星人。徒手拆卸军舰炮筒，这你敢信？我直播捡破烂第10天，你敢信我一个捡破烂的把人家火炮拆了当废品？私自损坏军用物品，这是需要判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哥，我就说你别拆，现在晚了，要判刑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么大的炮筒子，拆了是个人都能发现。别拆这个，你非不听。现在怎么办呀？我们不会坐牢吧？那就再装上。苏白挠着头，二话不说，提着炮筒子就准备上去。这可是专业的军舰火炮，最起码也要请军队里面的机械专家用专业的工具才能组装好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装好呢？你们当这是乐高积木呢？直播间内充斥着嘲笑的弹幕。笑死我了，还要亲手去装上，这是真的炮筒。有一说一，作为一个老粉丝，我觉得抱歉，我确实编不下去了。别说炮筒子了，就是个自行车你才开了，没小过的人也组装不起来呀。讲个笑话，也没找不到破了。主播怒拆军舰炮筒或无期徒刑。此时苏白脑子各种机械精通知识开始疯狂运转，开始动手安装了起来。胖子螺丝刀给我一下，这个附着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装完睡觉了。不一会儿，船长满脸吃惊地看着一步步成型的火炮，刚刚还要抓他判刑，现在佩服得哑口无言，简直神了！我必须给我老师打个电话，让他上直播间看神仙。太干了吧，拆下来也就算了，怎么还真的装上了？老师，现在这个火炮我看不明白，您帮我好好看看，真的不对劲，一个人拿个螺丝刀就安装完了。老师干了一辈子的军工，看着视频里苏白拿着一个螺丝刀就把火炮拆完用装好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小子是哪个部队的？我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呀？如此机械天赋。老师他就是一个捡破烂的。啥？他是个捡破烂的？确定没开玩笑？你们到船舱去发射一枚炮弹实验一下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试验。天弹，准备，发射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只听轰隆一声，炮弹命中靶心，连之前转向卡顿的小毛病都修好了。船长目瞪口呆，完了，这一次完了，连炮台都能拆卸自如，那底下的那个沉船，接下来几个月不会每天都给2个捡破烂的硬捞的沉船废铁了吧？海面下，隐藏在水下的潜水艇内几名金发碧眼军人观测到外面的爆炸声。航行的好好的，为什么龙国的这一艘军舰会发射炮弹？击中的地方，你们可以看，正是我们所在的这一片海域，会不会是被发现了？我们有最先进的仿探测设施，况且对方从始至终只发射了一枚炮弹。如果真的发现我们，发射的应该是海底鱼雷，而不是炮弹，明白吗？跟上去。几个月之前，他们就击沉了一艘军舰，火速逃离了。潜水艇的火炮悄悄瞄准不远处的军舰，等待着随时发射。这时，苏白等人抵达沉船附近，苏白2个人二话不说就跳了。我操，真的下去了，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们说苏白这家伙捡破烂不要命吧？海底下真黑啊，还没到吗？这得有多深？哎，你们快看，不对劲啊！远处好像有个正在航行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潜水艇！卧槽，这地方咋会有潜水艇？是，镜头拉近一点啊，看清了，这不是鹰酱果的潜水艇吗？小心了，这家伙炮筒子伸出来了，他是想要攻击上面的军舰。海洋巡逻驻地，正在关注苏白直播的几名负责人，随着镜头的拉近，一脸骇然看着眼前的画面，在距离龙国海域如此近的地方，竟然隐藏着一艘鹰酱国的潜水艇。完了，马上通知船长，尽快撤离这一片海域，被对方的潜水艇盯上，如此近的距离都没有发现，这就说明这一艘潜水艇上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反雷达装置，他们在海面上就如同瞎子一般，根本不可能是对手。苏白他们2个人还在水底，虽然近距离下潜水艇不能拿2个人怎么样，但是副兵一旦撤离的话，2个人怎么办？等于让他们在大海里面等死了。整个会议室内，众人争论不休。直播画面中，苏白2个人没有避开，反而是迎着潜水艇冲了过去。这家伙是想要干什么？马上要接近潜水艇的时候，苏白从腰间掏出一把螺丝刀，所有人都懵了。这家伙不会是想要在移动中拆了人家这个潜水艇啊？这不是蚂蚁撼大树吗？苏白却竟然有些开始拆卸，坚固无懈可击的外壳在苏白面前如同玩具一般，一颗颗螺丝都掉了下来。潜水艇中，目标锁定好了吗？马上准备发射。忽然头顶上方传来一阵沉闷的金属敲击声。什么声音？头顶上方的一个螺丝掉了下来，砸在负责人的脑门上。伸手一摸，发现居然是个螺丝，不由愣愣地抬起头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潜水艇造价不菲，为了能承受巨大的水压力，内部同外面有着一层厚厚的隔离装备，螺丝帽怎么可能掉下来？不对，队长你快看，不好了，我们的隔离层好像出问题了，这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钻开了啊！现在开始漏水了。
看，马上上浮，一旦进水的话，整个潜水艇就会下沉，哪怕是上帝亲自来，估计都救不了他们。隔离层一点点被苏白撕裂，口子越来越大。直播间内的粉丝看得一清二楚，震惊的无以复加。谁都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看到有人徒手拆卸潜水艇，还是在大海中，人家正在使用的一艘潜水艇。这辈子没白活，我都截图了，说什么晚点也得打印出来，以后必须贴在我家族谱里。好家伙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估摸着以后我家族谱里面韩国人拆卸潜水艇的就我一个，不可能再有第二个。苏白徒手拆潜水艇，这让鹰降国多少科研专家 CPU 的肝烧了呀！建造1-2年的潜水艇，苏白3下5除2就肝报废，现在还真就是成破烂了。我直播捡破烂第11天，上集我怒拆敌军核潜艇，敌军紧急求援，漏水了，核潜艇漏水了，我们遭受了袭击，核潜艇漏了一个很大的洞。是哪个军队的对你们发出的攻击？炸弹击中要害贵了吗？雷达显示不是炮弹，也没有炮弹的爆炸声，只听到有金属敲打的声音。核潜艇漏水，除非遭到了导弹袭击，不然的话，就是鲨鱼也不可能导致潜水艇漏水，肯定是你们操作问题。我们现在联系位于泡菜国海域附近的另一艘核潜艇，紧急赶往这个区域查看。不多时，位于泡菜国海底的一艘鹰降核潜艇火速赶往那一片海域。此时，一个庞然大物浮出水面。卧槽！卧槽！卧槽！步兵双手把着甲板扶手，整个化身复读机，盯着下面这艘配备了最先进反雷达侦察的核潜艇。队长，反侦察雷达要不要？我便宜卖给你。步兵满脸黑线，鹰降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在苏白面前如同乐高积木一般。真是牲口啊！可不是嘛，当了这么多年的海军，我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。一艘潜水艇的价值比咱们现在的军舰可贵多了，这么大的一个家伙，算人家捡到的破烂吗？捡到一艘核潜艇破烂，能卖多少钱？此话一出，甲板上的人全部沉默了。是啊，出海之前，上面可是都说了，只要是海里的东西，人家苏白2个畜生能捡到什么，军部都愿意以市场价收购。如今人家踏马的整上来一艘核潜艇，收购这玩意的话，那得花费多少钱？浮出水面的潜水艇上，几名鹰降国的核潜艇工作人员被拉了上来。哥，没气了，质量也太差了，这么大的一艘潜水艇里面都没有配备氧气的吗？还不如咱们旅游坐的那个快艇呢，那上面都有氧气跟救生圈。出了这种事故，真是让人伤心，下辈子小心点。确实，真是可惜了。步兵深吸了口气，快步走过来。刚才直播间内的画面我们都看见了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艘潜水艇正在打算伏击我们，出现这种后果，绝对是咎由自取。大家都看见了，他们潜水艇自己出了问题，导致进了水，所以才会这样。这里毕竟是公海，鹰降国最先进的核潜艇突然就没了，他们肯定会来调查的。苏白立刻会意道。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出现了潜水艇？我跟胖子过来打捞底下沉船的，然后在水面上我们发现了尸体。哪有什么潜水艇？不就是在海底捡了点破烂吗？怎么能说我们发现了潜水艇？这是潜水艇吗？这是破烂啊！步兵不由竖起大拇指。你说的不错。那什么，这东西你能拆吗？我们所有队员可以帮忙，运输船就在路上，会帮助你们把破烂运送回去。海洋防区总部。潜水艇一会就拆开，以临近的方式运送回来。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处理？我说的不是研究，而是给人家苏白怎么算钱。要是按照潜水艇来算的话，这一艘潜水艇的造价不会低于1个亿。如果按照重量算的，估计能卖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毕竟里面很多配件都是航天材料。1个亿的话，说实话，他们确实拿不出来。100万还可以考虑。问题是，按照废铁卖，人家苏白能同意吗？军舰甲板上，天马上就黑了。你看晚上的海上风浪还挺大的，咱们是不是把底下沉船先捞了？不捞了也无所谓。根据曾经的调查显示，上一次击沉的船只很可能就是这个潜水艇干的。此时苏白通过系统看到附近海域又靠近了一艘核潜艇。胖子走干活了。哥，咱们一艘潜水艇的报酬已经足够了吧？节目组其他选手看到你这捡了个核潜艇，现在都退赛了，你这稳稳的第1名。既然来都来了，能多赚一点是一点，蚊子腿也是肉啊。苏白一个猛子从甲板上杀进了大海，随后苏白2个人下潜一段距离后，
看着远处嗡嗡嗡再次出现的一个潜水艇，仿佛看见猎物一般，掏出螺丝刀，步兵一拍脑门，无力地抬头看着天空。完了，真遇上了。事实证明，他的预感太准了。人家那边真的派出了搜查队伍，同样也是一艘潜水艇。不过通过直播画面能看出来，这艘潜水艇明显没有第一艘高级。苏白这家伙拆起来简直太快了。不知道是否因为有了经验的原因，不到几分钟的时间，整个潜水艇开始疯狂的上浮。所有停留在直播间内的粉丝看到这一幕，真的已经麻木了。苏白现在就是从海底下拆的一艘航母，我现在内心都毫无波澜了，真的麻木了。乌鲁巴救爷爷啊！你们说，要是这家伙守在这个地方，最后能捡到多少艘潜水艇？里面这个就是苏白吧？谁有他的联系方式？那什么，我们是全国捡破烂协会的，他接不接代言广告啊？有联系方式的，赶紧联系我们。好不容易捡到的手机，别人的，正好用来联系苏白，他简直是我们捡破烂的灵魂人物。都别说了，我觉得吧，这艘潜水艇上来以后，不行就赶紧跑路吧。人家那边的人就是在撒，同一个地方丢了2艘潜水艇，那也该派大队人马过来搜查了。万一遇见了，说不定会打起来。潜水艇刚刚浮出水面。工作人员一股脑地推开潜水艇盖子，就看到苏白趴在潜水艇上熟练地拆卸着零件，大脑一时间完全反应不过来。哟，出来啦！你们等一会儿哈，这破烂快拆完了，一会儿就你们上去。什么？你在我们潜水艇外面在干嘛？刚说一半，看到他们的潜水艇被苏白拆的亲妈都认不出了。那有潜水艇呀，这不就是一堆破烂吗？我们就是来捡破烂的。泡菜国瞬间哑口无言。我直播捡破烂第12天，上集我拆了2艘敌军核潜艇卖给了国家，含泪挣了一个小目标。今天这个紧急会议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苏北那边马上就要返回了。说实话，人家海洋驻地那边也遭不住了，准备用专机把苏北送回来。我们邀请了治安局督曹队长，节目仍旧是在秦都举办。整个节目组负责人云集，甚至还请了秦都治安局队长杜涛前来商讨节目第2阶段的职业。讨论的重点就是选着一个什么职业才能限制苏白这个牲口，最起码不要像捡破烂这么离谱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也必须把下一个观察的职业敲定。说完，会议门口保安直接将会议室大门锁了起来。今天聊不出个结果，谁都别想走了。作为受害者的杜涛一脸苦笑道：“我先说几句吧，提供给你们一个思路。你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是观察社会底层职业的不容易，也算是一个正能量的节目。虽然现在有点跑偏了，但是只要换一个合适的职业，相信还是能拉回来的。当然，必须不能跟破烂有关系，清洁工之类的工作绝对不能出现。如果选定一个职业，除了死工资之外，不能获得任何额外的报酬，不能有让苏白有任何表现的机会。”听着杜涛说的话，导演的眼神不由亮了。对呀，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只能拿死工资，并且工作时间长的职业，甚至是这个职业很难接到活，这样不就行了？在场的人纷纷开动脑筋。忽然，一个人激动地大喊：“我这里倒是有个好职业，跑龙套的，还是死跑龙套的。你们说让苏白去当龙套扮演尸体，一动不动躺着，应该就不会整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”说到尸体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好的职业，我老家的一个殡葬队伍，就是农村那种有人去世包办的队伍，包括吹喇叭、做饭摆席的这种业务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就让苏白去我们村的这个殡葬队伍。根据我的了解，这个队伍已经半年多没开过张了。半年没有开张的殡葬队伍，我感觉不错。我们节目半个就结束了，看苏白还能整什么幺蛾子。经过所有人的一番讨论之后，最终敲定了殡葬一条龙服务这个行业。一个即将倒闭的乡村殡葬队伍，要人没人，要设备没设备，就这样的队伍能接到活才怪。行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来。考核的标准就是1个月，哪一名选手所在的殡葬队伍干的白事最多，就能胜出。就这样，一会连夜开始筛选用户。等苏白回来之后，听你们的，不休息了，马上开始下一个职业的观察。散会。3天后，刚下飞机的苏白外的村口。陈大爷，别叹气了，人家不是都说了，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就给咱们50万的报酬吗？这是好事啊！你知道什么？我是在想那50万吗？我在想你们几个人以后怎么办，让你们学点别的本事，非不听，跟着你大爷我干白事。现在好了，半年没开张，就是有了这50万，能干啥？你们以后咋办？而且你没听说来的这个人现在在直播，这一下我们不是更完了？
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殡葬队实力不行，以后还能有生意吗？现在城里专业队伍越来越多，现在都流行什么黑人抬棺，我们最多能让我老伴整个哭灵堂，等1个月结束，每个人分点钱，趁早改行算了。苏白在旁边听的那叫一个清楚，好家伙，节目组这是使劲坑自己啊！检测宿主第2职业体验殡葬百事队系统特奖励：死亡倒计时观察。死亡倒计时观察，凡是死亡时间低于24小时，宿主均可以获得提示。根据宿主谈成的殡葬业务，可获得奖励，奖励可兑换系统提供的殡葬服务技能。给这样一个技能是准备干啥？提前过去谈业务吗？想到这个画面，苏白嘴脸狠狠抽了抽。大爷，你还有3个小时就尬了，您定白事不？这不得让人给揍死了！此时陈大爷拍了苏白道：“我看你在旁边半天了，你是不是要办白事呀？”大爷，我就是节目组安排的人，过来办白事的。好家伙，说曹到，你考虑一下，在白事队干那个岗位，要不你跟着我老伴哭丧吧？我觉得我能干销售。大爷，咱们殡葬队有销售员吗？那什么，明天有没有大集？咱们第一次合作，先整一个客户练手咋样？第2天，镇上街道两侧全部是各种摆摊的摊贩，吆喝声不断。哎，大妈，骨灰盒要不？苏白不停地询问着来往的路人。陈大爷，不行，咱们赶紧撤吧，说不定一会我们得挨出揍来。哪有在大街上问人家买不买骨灰盒的？就这，还打开盖子让人家看看。可不是吗？刚才那个大妈都吓哭了，八成回去喊人去了。咱们是干白事的，这没错。以往的时候都是家里人去世再联系我们，苏白的这个办法，人还没死呢，我们就主动上门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？这不是明着告诉人家快点上路吗？陈大爷头疼的捏着眉心，看着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卖力推销的2个人，感觉脑瓜子都不够用了，简直是开辟了白事行业的先例啊！问题是，从早上6点蹲到现在，一笔也没成交啊！苏白忍不住在心里吐槽着系统这一次能力。系统大哥呀，你这个准不准啊？你看看对面那个大妈，我感觉她身体不太好，老咳嗽，不是还没有提示吗？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，不得质疑系统能力。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苏白一脸无奈，忽然，刚才那个大妈气势汹汹的带着一个壮汉就冲了过来。壮汉一拍桌子怒吼道：“你们两个哪来的？摆摊需要交钱，懂不懂？而且还让我大姐买棺材，整个市场上还没人敢不打招呼就敢过来摆摊的，拿我老虎当什么？”苏白一看大汉，瞬间兴奋了起来。我操，兄弟，我等了一早上，可算是等到你了。现在是10点10分，还有20分钟。兄弟，别的就不说了，时间紧张。来，你先选个骨灰盒，套餐想要啥价位的？库粉服务要不要？赶紧说话呀，就剩下最后19分钟了。